格陵兰岛这出大戏比好莱坞编剧写的还离谱。特朗普这个地产商总统2次上岗，上来就盯上了世界上最大的毛坯房，216万平方公里，5.7万常住人口，算下来人均占地37个足球场，这公摊面积，许家印看了都流泪。故事要从2025年1月说起，特朗普刚坐回白宫那把椅子，嘴里念叨的还是那句老话：我要买岛，目标直指格陵兰岛。为啥？因为这岛位置太刁钻了，北极航道 C 位，全球变暖一搞，冰化了，以后亚欧货轮走这能省好几千海里，运费省下来的钱购买多少杯奶茶？更狠的是岛底下埋着工业维生素稀土，坦布里兹矿床储量2820万吨，可能是全球最大稀土矿，重稀土占比超27%。这玩意儿造导弹、造芯片、造电动车电池都离不开。现在全球稀土被中国卡着脖子，美国急呀，想找个备胎供应商。特朗普一开始的开价方式就很地产商，先喊7000亿到1万亿美元，包括买岛钱、搬家费、修路钱、驻军钱，打包价。后来发现丹麦根本不想卖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也翻白眼，主权红线免谈。特朗普立马切换商业模式，既然买断太贵，那就搞战略合作，不付钱了。谈要全面准入权限，还要部署金琼导弹防御系统，把美军基地那块地变成美国主权控制区。这操作像极了租房客跟房东说，房租我不加了，但这房子归我管。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是个硬茬，直接汇兑，主权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。但特朗普有他的交易艺术，威胁对丹麦、挪威、瑞典等8个欧洲国家加征10%关税，后来涨到25%，除非在格陵兰岛问题上配合。北约历史上头一遭，盟友之间用关税大棒互锤。欧洲那边也炸了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喊着要用欧盟反胁迫工具，德国埋头研究怎么还手。最搞笑的是剧情反转速度。2025年1月23日，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上突然变脸，我们不会动武，也不会加关税了，我们和北约达成了框架协议。旁边北约秘书长吕特配合演出，说得对，这是终极长期无限协定，但具体协议内容是啥，到现在也没公布清楚。这很像特朗普的风格，先喊个天价，再让步到原本想要的结果，对方还得谢谢他。但扒开这层交易艺术的皮，里头的经济账很复杂。格陵兰岛的稀土矿品位只有0.38%，啥概念？挖一吨石头提炼不出几公斤稀土，成本极高。而且稀土矿厂伴生放射性物质，环保组织天天抗议，当地政治阻力大得很。全岛147个矿产许可证，只有2个拿到开采许可，进度慢得像蜗牛爬。特朗普就算拿到控制权，想让这些矿产出效益，磨个10年8年搞不定，还得砸进去几百亿美元基建钱。更深层的问题是规则破坏，特朗普这套强买强卖，如果得逞，等于告诉全世界，国际条约在实力面前就是张擦屁股纸。今天他能对丹麦这样，明天对谁？资本最怕不确定性，这种担忧会直接推高风险溢价。每次特朗普放狠话，美股美债就哆嗦，协议消息一出又反弹，市场被当猴耍。现在欧洲也在盘算，格陵兰岛需要外来投资开发资源，但又不想完全倒向美国。丹麦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玩的是气强术，安全合作可以谈，投资欢迎，但主权寸步不让。特朗普虽然嘴硬，但真动武或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，毕竟成本太高。美国国会批准条约还要2/3多数，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。对咱们吃瓜群众兼投资者来说，这出戏有几个看点。短期看，黄金、军工、稀土板块会被地缘政治风险反复刺激，波动大的像坐过山车。中长期看，如果美国真能实控格陵兰岛且资源开发顺利，全球稀土供应链会多元化，相关矿业公司有机会，但环保和政治风险能吓退一堆人。如果谈崩了，欧美关系恶化，美元欧元都承压，资金可能涌向避险资产。总之，格陵兰岛这出地产商收购记还没杀青，特朗普的极限施压遇上欧洲的主权底线，后面还有的拉扯。咱们就搬好小板凳，盯紧协议细节、挖矿进度以及欧美会不会真打贸易战，这些才是真正影响钱包厚度的关键变量。毕竟在特朗普的世界里，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，包括谈不拢这件事本身。